眼袋跟泪沟，要先涂什么再涂什么，让它铺起来可以在外观上是十分平整的方法。可是其实顶光打下来的时候，那种感觉，就算遮得再厚，都很难去把那个阴影感完全遮掉，就非常值得做一个眼袋泪沟的手术。一心一意造就你的美丽。大家好，我是整形外科李金轩医师。相信各位美女平常应该多多少少会花一些时间在自己的妆容打扮上。我们这么辛辛苦苦的画了这样子精致的妆容在脸上，有时候一天过了，你真的会觉得说要把它卸掉，实在是有点可惜。没问题，我们都听到了，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些眼周化妆的技巧所对应的相关整形手术。其实眼周整形手术就跟平常我们在化妆的概念是十分相近的，主要就是希望让人家看起来的视觉效果是眼睛比较明亮，眼睛比较大，给人家有精神朝气的感觉。所以其实从不同的方向，上下内外，甚至是说从额头的部分，都是可以做小小的改变。那接下来我们就要为大家一一来介绍6项你所知道或不知道的眼周整形手术。第一项，我们先从眼睛的上方开始讲起。大家或多或少都知道，双眼皮贴是一个非常普遍用在眼妆或美妆的东西。有一个双眼皮的效应，它会让你在视觉上眼睛有一些放大的效果。那有时候你上眼皮这里有一些赘皮，透过双眼皮贴的修饰，也可以让它收进去，看起来没有那么样子垂坠或是有遮盖的感觉。那当然，它所对应的就是双眼皮手术。那双眼皮手术的话，其实它从基本的缝或是割，它都可以达到不同的效果跟感觉。可是有些族群它是适合缝就可以，那有些族群它是适合用割来处理。那如果是缝的部分的话呢，它其实就像是帮你做了一个隐形的双眼皮贴在内部，每天醒来的时候可以节省很多自己要去瞧或是贴双眼皮贴，或是贴不好，所以可以帮助你每天打开来的时候，就是你想要的位置，很漂亮的双眼皮。基本上缝就是这件事情。可是如果说是割，通常是会合并需要去掉一些松垂的皮肤，或是说它有一些不利于缝的条件，它可能要附加做其他的类似眼睑下垂矫正的手术，那可能就会需要搭配到切割法。那关于缝双眼皮或是割双眼皮该如何分别，以及它细部究竟原理是什么，将来我们再录一集特别为大家说明。那第二个项目呢，当然还是在于眼睛上方的这个部分，只是说已经会从眼皮的层次移动到更上面的地方，就是在我们眉毛跟上颚的地方。其实有些人他也不是单纯的老化，但是会有一些比较眉压眼或是眉眼间距比较近的感觉。那所以像朋友就会跟我们分享 cosplay 或是直播的时候，他会需要去贴一些拉提的胶带，去模拟出没有那么眉压眼，以及眼神会比较空灵清澈的感觉。那这个胶带是一个蛮神奇的东西，只是说我们在整形手术上其实就是提眉手术，那就是内视镜的上颚拉提。那内视镜的前颚拉提是怎么做的呢？我们会在发际线的里面开5到4个小伤口，那从这个地方会有内视镜的器械跟手术的器械进去，帮助把前额到眉毛跟眶周的这些组织彻底的放松。放松完了之后，它才能够像铺一张地毯，提到比较美观跟理想的位置去固定。那至于固定的方法有非常多种，从单纯缝线搭配骨钉，或是高科技的可吸收五爪钉，都是一些很好的方法。那我们刚刚提过如何让上面这个方向是看起来眼睛有神，然后神清气爽。接下来要讲下面的部分，下面的部分其实最常见的就是眼袋跟泪沟的问题。那其实平常我们也看到很多很专业的彩妆老师在分享如何去做一些眼袋或是泪沟的遮瑕，要先涂什么再涂什么，然后要用几号几号，让它铺起来可以在外观上是十分平整的方法。可是其实如果是很明显眼袋泪沟上凸下凹的结构，还是很难透过彩妆或是化妆的方法达到一个很完美的修饰。特别是如果拍照顶光打下来的时候，那种感觉就算遮得再厚，都很难去把那个阴影感完全遮掉。所以其实当它产生这种上凸下凹结构的落差，就非常值得做一个眼袋泪沟的手术，让它达到非常平整的外观。就算你有一点点黑眼圈，那其实在它够平整的状况之下，化妆其实都会相对非常好遮。那当然要让眼下非常平整，其实是有不同的结构要去考
量。那我们要让眼袋的地方改善浮肿感，也要让泪沟跟中脸的地方改善凹陷感。有时候外面还会有一些需要处理的松皮，所以其实会评估你的情况，看看是哪一个结构或是哪一个层次出了问题，那我们可以让它做结构性的调整。不过最主要的还是在于眼袋凸跟泪沟伴随中脸或小苹果肌的凹陷，所以我们比较常使用的方式，就是在做眼袋手术的同时，把这个泪沟韧带、眶周支持的韧带彻底的放松，再把浮肿的眼袋挪到凹陷处，让它上下结构一增一减，达到一个很自然、和谐又平整的外观。可是有些人他的脸部跟眼袋的体积是相对来的不够，你希望达到一个更蓬或是更平整的外观，其实就是会需要同时搭配补一些自体脂肪的移植，可能会抽一些大腿啊或是腹部的一些脂肪，纯化了之后再来补在我们要补的位置，增加它在脸部的立体度。那接下来我们介绍第4，也是一样是着重在眼下的这个区块。其实我们会贴双眼皮贴啊，或是做提眉，都是希望让你的眼睛本体看起来是有一些放大的视觉效果。那其实在我们眼下这边也有一个构造是卧蚕。卧蚕它化妆的方法，从最早期的有些人可能单纯在下面打一些阴影啊，到现在会知道光影的变化，应该要亮一点的地方打一些亮粉，然后比较阴影区打一些阴影，让它产生视觉上有一个明显像卧蚕的效果，那看起来会比较可爱。甚至近期还有一些彩妆的产品，专门针对卧蚕专用的颜色，真的是科技日新月异。那当然用整形做出一个可爱的卧蚕，其实方法有很多种。那我个人是比较常使用像微整、打玻尿酸，或是说补脂的方式，创造一个可爱那又自然的卧蚕就很不错。那除了上方跟下方，接下来就要开始讲内侧。内侧这个地方，其实我们台湾人或亚洲人都很常会有一些蒙古褶，也就是内眦赘皮的产生。那如果说在内眦赘皮这个地方很明显的话，就会让眼睛看起来比较短，那甚至很明显的包覆感，会让人家觉得稍微有一点点斗鸡眼的感觉。内眦赘皮、蒙古褶比较明显的，他们化妆的方法通常会把这个地方的区域画的比较颜色暗一点，或是甚至把它画成是黑色的，让这个地方的延长度看起来是比较明显的。手术上所对应的当然就是开眼头的手术。开眼头的手术也不一定会单独进行，因为其实我们要的效果还是让眼睛整体有放大的感觉，所以通常是会在做双眼皮手术的时候同步搭配。因为其实双眼皮它是一个流畅的线条，如果说蒙古褶明显的人，蒙古褶的保留有时候会让它形成一个分叉感，或是看得出来就是上面是双眼皮，可是下面还是有一个蒙古褶以前的痕迹。如果说针对蒙古褶很明显的人，基本上我们在模拟的时候还是会跟你讲说，搭配开眼头的感觉会是怎么样，那不开眼头的感觉会是怎么样，那你是不是适合，以及有没有必要。那也有人做开眼头的手术之后回来跟我们反映说，原本蒙古褶的那个地方很容易卡一些分泌物，到后来都会比较好清洁，它算是一个额外附加的效益。那其实我们要如何知道自己有没有蒙古褶或是开眼头的这个需要呢？有时候我会请你就是拿着镜子，然后我们一起看看，你到底做这个动作的时候看起来会不会觉得不自然，就是去做类似开眼头这个动作，以及模拟看看搭配双眼皮的感觉是不是适合的。那至于需不需要开眼头，其实在医学上也有针对蒙古褶的严重程度有不同的分级，从1到4很严重的情况之下，甚至它会影响你眼睑在打开来的时候那个上下的力量。对，所以还是会需要把这个往内然后又往下拉的力量去把它化解掉，它才能够让你的双眼皮在睁开跟成型的时候是一个更流畅的线条。那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第6项。第6项的部分就是在我们眼周的这个外下方，通常大家会在网络上看到一些化妆的方法，把这个下排的睫毛外下方这一侧画得更低更下面一点，你的眼睛本体就会看起来再更大一点。通常这个也是追求更加的极致，它已经上面啊、内侧啊、下方都已经无所不用其极的画了，那就会去做这个地方的修饰。那相对应的整形手术是什么呢？在外下方这个地方，通常我们常做的事情有2种。第一个真的是往下的这种感觉，就是眼尾下至。那如果是往外的延伸，那就是有时候会搭配开眼尾，都是为了要让眼睛整体视觉有一些放大的效果。那只是说眼尾下至跟开眼尾这种手术通常是蛮吃个人条件的，有时候你开的太少，你会觉得效果好像没有很好，开的太多反而又会造成一些功能性的问题，比如说你可能闭眼的时候没有办法闭得很完全，那甚至洗脸的时候会容易进水但是大部分这种情况如果适当的评估去抓能够改善的量，我觉得是可以避免的。那至于眼睑下至手术跟开眼尾的差别在于哪里呢？其实还是
方向的不同。眼睑下至，你可以把它想象做，这是我们的眼睛，这个是下眼睑缘的这条线，这是内侧，这是外侧。那如果说是眼睑下至的话，它是让这个地方往下移动，让你眼睛看起来这个地方的露白会多一点。可是如果说是开眼尾合并眼尾下至，其实你要想象它是有点像是凤眼的感觉，下面这条下眼睑缘线是稍微有点往上，凤眼的形态。那你在开眼尾的时候，同时把这条线往下移动，那达到一个看起来眼睛没那么凤、没那么尖的情况，有点像是一个吊床，把这个吊床的这个地方往下拉，达成一个这样子的形状，那它就是眼尾下至哦。可是如果说我们是把吊床的这一端原本挂在高高的地方往下移动，那它就是开眼尾合并眼尾下至。但是这种结构性的变化，其实在眼部是会有很多极限的限制，因为其实在外侧这个地方有我们的眼眶骨，那你的眼睛跟眼周的这些结构，其实还是很难超过这个眼眶骨的结构，所以并不是说我们想要开的多开，或是把它拉的多下面就可以达到多下面，还是会需要评估眼周结构，它才能够达到适当的手术效果，同时兼顾不会有一些生理性不便的情况。以上就是分享关于各式的彩妆还有整形手术所相对应的关系。可是要知道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你的整体规划，你到底是不是适合做这件事情？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眼周或是颜面整形的这些手术，上下内外不同的方向，也许其中只会有那么1件2件是适合你，或是以上其实都不是那么适合你，你原本就已经是非常好的，就好像是一个大套餐，不见得是每个人都可以吃的哦。那其实还是会需要经由专业的医师评估，你才知道说你做起来的这个感觉跟你想要的效果是不是比较相近的。当然，如果我们评估过后不见得是适合你想做的手术，其实也不用灰心，化妆的方法还是非常方便的，从隐形眼镜、美瞳到贴角睫毛、双眼皮贴，那你也可以用这些方法去达到你喜欢变漂亮的感觉，也不见得是一定要做整形的手术。不知道大家喜欢今天的主题吗？最后到了一个提问的时间，如果今天快要迟到了，下列哪件事情是你绝对要做，不做不能出门的呢？第一件，贴双眼皮贴；第二，眼袋泪沟的遮瑕；第三，画眼影或是卧蚕。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哦。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拜拜。